大家好，那我叫吴国斌。那我是万丰酱油的第3代。那我原本是在科技业，大概10多年前回到老家来做酱油，那是属于比较台湾古法的酱油这样子。这是酱油，这是我们自己做的酱油，那就是加一点点水啦，把它当做茶在喝这样子。我本来是没有这样喝啦，是我一个老师，他说我的酱油可以拿来养生，所以他把我的酱油当作是他的养生品。他说可以喝开水的时候呢，加一点点几滴酱油，它会变成像这样子，跟茶一样。我跟朋友讨论说，其实可以做那个酱油汽水，因为它的颜色如果加多一点，它其实很像可乐，就变成酱油可乐，但是它会变成是像我们的那个黑松沙士，有没有？常听以前老人家可能小朋友感冒啊，说黑松沙士加点盐巴就好了，它其实不用加盐巴，就是加酱油就好。像我之前有曾经跟学校合作，我们想尝试因为一般黑豆就是养豆曲嘛，曲菌、米曲菌，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它养灵芝在上面，我们有养成功，就长出它的菌丝体。我们有养出那个北虫草，是像冬虫夏草。那另外一个是我现在还在做一些研发，就是说我在探讨就是台湾的酱油的那一些特性。那我发现它有一些比日式或是中式酱油更安全的特点，那只是说现在还在做，跟一些研究单位我们还在做一些检测，那也许我们未来可以公布一些让大家知道这样子。是我大概找过一些文献，那发现说跟我们现在的酿制的技术去对比，那台湾的酿的方法其实大概在1500年以前就出现了。中国的酿法已经不一样了，它的原料已经也不一样。中国的酿法它现在变成是黄豆加面粉、小麦粉，那日本它是从原本的只有黄豆变成黄豆加小麦，所以他们都是已经可能几百年来不同的在演变这样子。那只有台湾的很特别，现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了，就我觉得蛮可惜的啦。其实我去中国跑了几趟，我就是想要找有没有像台湾这一种酿法，因为我想要追它的根源在哪里。但是很可惜，现在都失传，在中国现在已经失传。其实比较像我们刚跟女朋友交往的初期啦，就是说你可能对她的一举一动你都会很在乎嘛，就是有一个风吹草动你就吓得要死，或是半夜睡不着。那其实是我在照顾这个黑豆，其实有点类似这个前期这种感觉，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是跟黑豆睡在一起，没有地方养那个黑豆曲，所以我是在自己的床旁边就架了几台，我是全天候一整个礼拜都跟黑豆就是腻在一块，就是半夜也要看它怎么样，然后白天也要看它怎么样，是24小时就在跟它相处。后期的话其实就有点像是你大概摸清你女朋友的个性，真的跟你闹脾气的那就头大了，就是可能就一个头两个大，那就是可能整天都要去忙进忙出啊，就是为了要想办法去把它看能不能挽回这样子。我会比较讨厌，就是说不喜欢人家去讲说，有一些人他们会讲说现在纯酿造酱油都不纯，都是骗人的，都有加什么加东加西。那我觉得我会比较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，因为事实上就是有纯的，而且不止我们做，还有别的一些纯酿造，真正的纯酿造、纯手工的厂商，他们也都是很认真在做这样的事情，传承这样好的东西。所以我会比较不喜欢别人这样去形容他，因为那可能是他个人的观点，但是他会去抹煞掉一群人的努力这样子。对。
我一个朋友的朋友，他们在聚会上那用餐，那刚好有聊到，可能聊到就是调味的问题嘛，有聊到酱油。那他的一个朋友，他也不知道他那个朋友去哪里用到我们家酱油，他说他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好的酱油。对，那因为他不是直接跟我讲，所以我觉得透过第二手跟第三手传回来给我的感觉，我觉得那很真实。那因为聊到说，因为我那个朋友他跟我认识，那因为这样牵起来之后，他跟我那个朋友说，他希望我可以，就是怎么样，就是坚持下去啊。所以我是还蛮感动的。我觉得那个创业是需要做很多准备的。其实我早期回来，其实也几乎是等于从无到有，因为我们第二代是本来要把它给收掉，所以有很多的设备事实上都没有，所以那包括环境也都没有，那酱缸其实事实上也不够，所以在这过程当中，重新回来做的过程有很多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，包括我自己准备的资金，事实上也是不够用的。对，但是比较自私的，我当然会是希望家族里面还可以有人来传承。如果家族人不接之外，我也是希望说这样的东西可以继续流传下去。在对台湾本土这个酱油的研究，我觉得还不够深入，那记录的东西也不够多。对，所以我去找一些研究的论文，真的是很少了，跟日本跟中国比起来，真的是少太多了。所以我一直在做记录。那记录的方式当然是除了用纸笔啊，或用电脑做记录之外，我也透过一些比较新的方法在做记录。所以我后来也是用我的专业做一些程式，然后做一些硬体，就是单晶片的东西，然后做一些很多的感测的元件。那以前的老一辈他可能只会记录天候的状况、温湿度，那我现在可能记录就会比他更多。也许我现在拼命的去记录了，那可能有一些能力我还没办法去解读的地方，那我想办法把它留下来，尽可能的把它留得越完整越好。那也许下一代，或是说别人他有兴趣的时候，他有这些资料，他可以从这些资料看到我们以前的人看不到的地方。其实是我们现在业界一直我们有一群传统酿造的这种厂商，我们一直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尝试的想要去建立一个属于酱油的风味轮。因为比如说像你品葡萄酒、品茶、品咖啡，都有他们的一个风味轮。那有一样一个风味轮，它可以比较再更科学性的去帮人家介绍说，我这酱油带有什么风味。那你要能够让用的人他在用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可以比较精确的描述出来，那他就可以让他就可以感受到说，这酱油确实有这样的风味，让他可以感受得到这样子。对，这个是需要一点，我们现在有跟一些酱业还有跟学校，我们尝试要去努力的地方。各位好，我是万丰酱油第3代吴国斌。I am different. I just like you.